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笑麻了，网友吵不赢零更新，喊来赵丽颖。半夏果然是方协文的克星。电视剧尚未开播，网友们便对零更新在剧中的表现寄予厚望。零更新凭借卓越的演技和非凡的魅力，早已在影视界稳坐一席，人们不禁对他如何诠释复杂多变的方协文一角充满期待。在导演眼中，零更新能够诠释方协文这一角色，绝非偶然之选。他独具慧眼，发掘了零更新身上那种婚前的迷人魅力和温文尔雅，以及婚后控制欲与偏执的深刻演绎能力。方协文这一角色，婚前如春风拂面，温柔体贴，仿佛世间最完美的伴侣。然而婚后，她却如同换了一个人，与婚前形象大相径庭，反差之大令人啧舌。这种反差不仅体现在她的行为举止上，更深刻地展现在她的心理状态中。例如，因内心的不安全感作祟，她擅自解雇了玫瑰的工作，让自己的母亲时刻监视着玫瑰，甚至对妻子的穿着都加以限制，充满了怀疑与不安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，赵丽颖在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中出色地塑造了许半夏这一角色。许半夏以其独特的独立精神和清醒态度，成为了观众心中的女性楷模。她那句掷地有声的台词“我还年轻，我的志向并不在于金钱，那么我又该追求什么呢？”充分凸显了她坚定不移的目标追求和勇往直前的魄力。在玫瑰的故事中，方协文对妻子玫瑰的管控与束缚，无疑是愈演愈烈。他不仅剥夺了玫瑰的工作，使她失去了经济自主和社交活动的自由，更将她束缚在家庭这个狭窄的天地里。而他居然让妈妈监督玫瑰的一举一动，这无疑是对玫瑰个人空间的极度侵犯，让她倍感压抑，几乎无法呼吸。至于对玫瑰穿着的严格限制，更是从外在形象上对她进行束缚，让她无法自由展现自我。而他对妻子的猜疑，更是如同精神上的枷锁，让玫瑰饱受折磨。玫瑰忍受了方协文长达10年的束缚，这漫长的岁月里，她的内心如同被狂风暴雨肆虐的船只，在惊涛骇浪中挣扎求生。她为了守护家庭的温暖，为了孩子们的幸福成长，选择了默默吞咽下所有的苦楚。然而，在母亲离世的那一刻，玫瑰的心灵深处仿佛被点亮了一盏明灯，她深刻领悟到人生的短暂与宝贵，再也不能继续委屈自己在这无尽的黑暗中。于是，她鼓起勇气，挣脱了束缚，勇敢地迈向了与方协文离婚的新生活，决心活出一个真实的、充满光彩的自我。剧情一路高歌猛进，吸引了无数网友的目光与激烈讨论。大家对方协文这个角色满怀愤慨与批判，纷纷涌入零更新的评论区，畅所欲言。网友们的热情如潮水般汹涌，大有占领评论区之势，足见大家对这部剧的深深着迷与对角色的强烈共鸣。在网友们的评论潮涌而来之际，零更新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从容与机智。他并未被那些负面的声音所撼动，反而以一颗积极的心与网友们展开互动，彰显出作为演员的专业风范与豁达心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网友们表达对方协文的不满时，竟巧妙地借助赵丽颖所饰演的许半夏角色来抒发情感。这种充满幽默与创意的做法，无疑为这场讨论注入了一抹轻松愉快的色彩。在《玫瑰的故事》这部作品中，零更新的精湛演技令人瞩目，她成功地将方协文这一角色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她通过细腻的表演，让方协文这个角色在观众心中既让人心生怜爱，又让人难以割舍。方协文这一角色的存在，更是引发了观众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问题的深思。
如何在爱与控制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，如何在尊重他人独立和自由的同时维护自我，如何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改变的步伐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反思的课题。这部作品绝非寻常电视剧所能媲美，它在展现现实社会矛盾和剖析人性奥秘方面蕴藏着极为深刻的价值。它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婚姻中潜藏的问题与挑战，同时唤起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由与尊重的珍视。通过这部作品，我们得以以更加成熟和健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人际关系。玫瑰的故事的热播，不仅展现了林更新精湛的演技，更引发了我们对于婚姻与人性深层次内涵的深思。在真实生活的画卷中，方协文这样的个体并不罕见，他们在步入婚姻的殿堂后，渐渐展露出一种强烈的控制欲望。这背后或许隐藏着对失去的恐惧，或许源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，又或许是被传统观念的桎梏所束缚。他们将伴侣视作自己的私有物，企图将对方的一切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。在我们周围，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。有些丈夫会过度介入妻子的社交生活，限制她与异性的正常交往，甚至对妻子的穿着打扮也强加干涉，要求必须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。这种行径不仅损害了夫妻间原本应有的深厚情感，更是剥夺了对方作为独立个体所应享有的尊严和自由。玫瑰的坚韧与抗争，正是众多女性在婚姻中所面临困境的真实写照。她们为了家庭的和谐与孩子的茁壮成长，常常选择默默忍受种种不公。然而，这样的隐忍往往未能换来期待的幸福，反而可能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。如同某些女性在遭遇丈夫的家暴时，为了孩子的安稳成长而选择隐忍，直到身心遭受严重创伤，才痛定思痛，决心勇敢地挣脱这段布满荆棘的婚姻。林更新精湛地诠释了方协文内心的脆弱与迷惘。他所展现出的控制行为，并非全然出于恶意，而是其内心深层心理问题的一种外在投射。这不禁让我们深思，在与人相处时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行为观察上，更应该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。同时，这也促使我们反观自身，是否在生活中亦存在类似的问题？是否因为自身的过度敏感或自私，而无意中给身边的人带来了伤害？此剧深入探讨了爱情与尊重之间的微妙纽带。真正的爱情并非单纯的占有与掌控，而是源自对彼此选择的尊重，对彼此梦想的扶持，以及共同成长的承诺。正如那些幸福的婚姻典范所示，夫妻双方彼此激励，各自在事业道路上奋力前行，同时又在生活的点滴中相互陪伴，相互扶持，共同谱写爱的乐章。站在更宏观的视角审视《玫瑰的故事》这部作品，实则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对个体的种种期待与无形压力。方协文的行为无疑是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观念所左右，认为丈夫理应在家庭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，而玫瑰的叛逆与抗争，则无疑是对这种传统观念的强烈挑战与冲击。这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，如何能够挣脱这些不合理的社会束缚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、自由与包容的社会环境，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展现自我，实现真正的平等与和谐。《玫瑰的故事》这部电视剧实乃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，它犹如一面晶莹剔透的镜子，映照出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促使我们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，深入反思内心的价值观。它让我们领悟到，在爱情与婚姻的旅途中，尊重、礼节与信任犹如三块基石，共同构筑起美满幸福的桥梁。同时，我们也期许未来的影视作品能够如《玫瑰的故事》般，既在视觉上呈现极致美感，
又能在思想上引发我们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探索，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向前迈进。总而言之，《玫瑰的故事》以其扣人心弦的情节、演员们的精湛演绎以及对主题的深刻剖析，成功塑造了一部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佳作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部作品将在观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，同时也期盼着未来能涌现出更多类似的优秀作品，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注入更多的启迪与感动。